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又会带来一个开箱，这是你的包裹，那么你来拆吧。好。呀，哇哦！你不是要买12 Pro Max 的吗？怎么还没有开始预定呢？你这就收到了呀12 Pro Max 配吗？我来问问你这些问题。你平时手机一般用多少个储存呢？也就40个 Gig 左右吧。那你多久大概开一次相机呢1礼拜1次，打游戏吗？几乎不打。那你说你配吗？好像不配啊。什么配不配的，跟大家开一个小小的玩笑。那维克呢，本来是打算买12 Pro Max 的。那根据以上他自己所提供的一些情况，他觉得呢12已经足够了。哇哦，我来帮你拆喽。还是很酷的，很精致的。然后一样，它里面也就是这一个线，然后没有用的东西，没有电源了。但是这个线的话，它是 USB-C to Lightning， 它现在还是保留了 Lightning 的这个情况。不像我的 iPad Air 已经是 USB-C 转 USB-C 了，所以可能在以后的换代中，它应该会选用 USB-C to USB-C， 所以这个也不知道还能撑几年了。OLED 屏哈。你好 ，Hello。维克呢，本来是打算买12 Pro Max 的，可是根据他自己描述的情况呢，他觉得12已经足够了。那先从外观上来看呢 ，iPhone 12系列呢，它是用了这种直角边的设计，让我们呢突然感觉回到了 iPhone 4和 iPhone 5的时代。那么根据这个逻辑呢，我想12和13应该会延续用这样的设计，然后呢14可能又会回到我们那种圆润的弧形的设计。不过到时候等14出来的时候，可能会是全面的曲面屏的设计喽。那它的屏占比呢，我感觉它依然是没有什么进步的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4周的边框。那从手的握持感受来说呢，因为它是这种直角的。因为12的话，它的这个大小呢还是 OK 的，就是在手掌中还是可以轻松拿捏的。如果再大一些的话，我觉得长时间这样子拿，这样子握持的状态呢，可能会有一些膈应吧，这个手。那这个蓝色呢，它还是很独特的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，我们就这样子摸，已经有很多的指纹出现了。这个蓝色呢，它感觉和它的宣传海报中的蓝色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但其实这样子看来还是挺好看的。那因为呢，我一直是使用11 Pro Max， 那对新一代的手机唯一好奇的呢，也就是它的相机的水准。虽然这个不是 Pro， 但是夜拍的话，我想应该会比11好吧。那我们等会儿就来试试在暗光下照片的质量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吧，12也就这样了。加上网上呢也流传着一些，比如说它这个边框呢长时间会有掉漆的这个图片。哎，要是没有这么大个刘海，该有多好。Several days later， 我们又回来啦。经过上次的开箱呢，和维克慎重的考虑，我们最后决定放弃了 iPhone 12。我们现在换了什么呢 iPhone 11。当当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决定。我的内心的感受呢是这一代手机就是 iPhone 12这整个系列呢，像是苹果它在疫情下所出的过度的机型，它呢是换了更好的芯片，相机呢提高了一点点，还有它就是应用了 5G， 但是呢 5G 呢在美国呢
起码我觉得还要1到2年才能完全普及。那我们现在到现在的情况呢，在明年上半年呢，也不太可能出去游玩，所以呢，维克呢，它真正需要的呢，它只是一个过渡机型，但是呢，绝对不是要花上千美金的那种过渡机。12是在10月中下旬才开始正式开售。那么正常的情况来看呢，再坚持个10个月，13它就会出来。那13不香吗？香。对呀，13香。所以呢，维克他自己呢就最终决定了，咱们就先用个11，而且呢，11现在打折，少了200块。对，现在的话，你这个是599。对，是这款它是599买来的，然后当时我们那个12的话是12是799再加30块，那30块是很奇怪的，就是 unlocked。它要加30块。12对比11的话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升级，就是12这个系列里面4款手机都配了这个 OLED 的这个屏幕，我这一款是并没有的，是 LCD。但是我比较更关心的是它这个大刘海有没有。第二个呢是手机有没有高刷，有没有上高刷。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我觉得新的手机应该要电池续航要更久一些，然后充电要更快一些。是12 Pro Max 各方面的数据都出来之后呢，从刚开始的很心动很期待，然后特别是在那最后就听说那个新闻，就是说本来高刷是要上了，因为毕竟在 iPad Pro 里面都120赫兹了，但是没想到这个新的手机出来它还是保持60赫兹，等于说和前面无数代苹果都还保持一样，就是说有点令人失望嘛。然后仔细一想的话，那可能疫情底下它又是刚开始上半年它的这个产能不足，所以真的是非常过度。我当时还开玩笑说，我这个11 Pro Max 是苹果这么多年来保持就是最高配、保持最长的一款机型，它就从去年9月扛到了今年，你看到11月12 Pro Max 还没有出来，你之前用的是那个7 Plus 嘛，所以对你来说应该就算是换到了11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高。对，我用了这2天，我感觉到的是就是它的运行速度还是有所提高了，但是也是因为没有上11，没有上高刷，当然到现在12都没有上，所以还是没有那么好的感觉。然后第二个我感觉比较大的不同，就是11比起7 Plus 的话，它有比较大的电池上的升级。因为我这2天我试了一下，我2天都没有充电，这个竟然可以用2天。这个2天没有充电就很充分说明维克他不怎么用手机，所以他是真的没有必要买12 Pro Max。所以综上所述呢，他真不配。不，13香，13如果那么香的话，我还是要考虑一下，因为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大的屏幕的，但是过渡机的话就买最便宜的就好了。对，这个价格就是很合算，所以就是对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怎么说呢？你如果现在是拥有11的话，其实你大可不必换12。对，因为就算是像我来说，就算是相机的话，它也只是说广角的夜景，它的相机模式变好了，就是它的新手机11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！再见，拜拜。